欢迎回到心流时刻。时序进入3月，打开电视或手机，你是不是觉得最近的世界好像特别不平静？国际间的冲突升级，物价和汽油开始涨，各种让人紧绷的比赛转播，甚至是打开社群媒体，总会看到各种令人担忧的资讯。我们彷佛被卷入了一个巨大且无法控制的漩涡里。你是否有过这种感觉？你明明一整天都待在家里，没有做什么耗费体力的粗活，只是坐在沙发上滑个手机，看了几则新闻，或者在脑海里反复回想今天发生的一件小事，但却觉得能量不断被耗损。你觉得非常疲惫，且胸口闷闷的，呼吸变得急促且短浅，肩膀异常紧绷，心里充满了担忧、恐惧，甚至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。亲爱的，请先跟着我深呼吸，把手放在心上，温柔地告诉自己，这一切都不是我的错，我不需要因这种疲惫感而感到自责。你之所以会觉得快被抽钱，身体出现这么多紧绷的反应，并不是因为你的身体出了什么毛病，也不是因为你太过敏感，而是因为在这个充满恐慌的大环境下，你潜意识里一个深藏的负面能量体被唤醒了。只要你不懂得如何防御，这股负面能量就会源源不绝地把你的高频能量给吞噬，让你陷入匮乏的深渊。今天我们就要来教你如何建构乱世中的能量护城河。今天我们要来聊聊当代身心灵巨擘艾克哈特·托勒。他在那本改变全球千万人生命轨迹的神书《当下的力量》中提出了一个震撼世界并且精准解释了人类痛苦根源的概念。他将这个负面能量体称为痛苦之身。什么是痛苦之身？托勒解释，我们人类在成长过程中所有经历过的创伤，所有没有被好好消化与表达的负面情绪，那些被压抑的愤怒、不甘心、恐惧、被遗弃的悲伤，并没有凭空消失，它们在你的体内累积，久而久之，这些负面的能量汇聚成了一个有自己生命力的能量场，像个隐形的寄生虫一样潜伏在你的潜意识里。这就是痛苦之身。痛苦之身平常都在沉睡，但它就像生物一样，需要进食才能存活。而它的食物是什么？就是你的负面情绪。它吃不下喜悦、爱与平静，这些高频能量对它来说是致命的毒药。它只吃愤怒、焦虑、恐惧、悲伤，还有与别人的争吵。更可怕的是，痛苦之身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情绪仓库，它还会主动操控你的大脑。当痛苦之身饿了的时候，它会从潜意识层面浮现，接管你的思维。这时候，你的脑海里会开始不断涌现各种负面的想法，你会开始担心下个月的账单，你会开始反刍别人对你说过的一句无心的气话，你会开始觉得自己一无是处。痛苦之身利用这些负面思想，在你的体内制造出更多焦虑与愤怒的化学物质，然后他再把这些你亲自生产出来的负面能量吞下肚，饱餐一毒。这完美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地发无名火，有时候伴侣只是说错了一句话，你却瞬间暴怒，事后回想连自己都觉得不可理喻。那就是因为你的痛苦之身饿了，它在操控你的大脑，逼你制造冲突。了解了这个底层逻辑，我们就能看懂这个世界上很多看似荒谬的事情。例如，为什么网络上总是有那么多喜欢到处攻击别人、留下恶毒留言的酸民？从灵性的维度来看，那根本不是他本人的清楚一时，而是他的痛苦之身饿坏了。对方透过攻击你，试图激怒你。只要你生气了，你觉得委屈了，你留言与对方对骂，对方就成功吸取了你的负面能量来喂饱自己。同时，你的愤怒也唤醒了你自己的痛苦之身，你们两个人的痛苦之身就在这场低频的争吵中互相喂养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。如果你选择不生气，不随之起舞，猜会怎样？对方的痛苦之身吃不到东西，就会感到强烈的挫败，
最后只能摸摸鼻子离开，去寻找下一个容易被激怒的猎物。同样的道理，当新闻每天24小时播报战争、通膨、物价上涨的恐慌画面时，这不只是在散播资讯，这是在唤醒整个社会的集体痛苦之身。这个集体痛苦之身是非常庞大且充满吸力的。当你跟着恐惧、担忧未来缴不出房租、买不到汽油时，你的丰盛频率就在这一刻被彻底切断了。因为宇宙的法则是，你散发匮乏的频率，就只会吸引来更多匮乏的现实；你散发恐惧，就会显化出让你更恐惧的事件。那么，当周围一切令我们陷入恐慌，当别人试图激怒我们，甚至当我们自己的大脑开始制造焦虑时，我们到底该如何自保？托勒在《当下的力量》里给了我们一把最强大的终极武器，这把武器就是切断心理时间，成为观察者。你要知道，痛苦之身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它只能存活在过去和未来里。它靠着回忆过去的创伤来折磨你，或者靠着幻想未来的灾难来恐吓你。但是它绝对无法存活在当下，因为当下只有纯粹的觉知，没有故事。所以具体该怎么做呢？现在就请你跟着我一起练习。下一次，当你看到一则让你恐慌的新闻，或是看到一句让你火冒三丈的留言，又或者是深夜里大脑不断播放焦虑画面的时候，请立刻在心里按下暂停键。第一步，把注意力从这些外在资讯或者从脑海里的思维拉回你的身体，感受一下你的呼吸。你的呼吸是不是变急促了？你的肩膀是不是紧绷了？你的胃是不是揪在一起？去感受这股能量在你体内流动的感觉。第二步，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，我感觉到恐惧了，或者我的痛苦之身又被唤醒了，他现在很想吃东西，他正在试图激怒我。请注意，这一步非常关键，不要去批判那个情绪，不要骂自己我怎么又生气了，也不要试图用力压抑它。你只需要像一个站在桥上的人，静静看着桥下流过的河水一样，看着这个情绪发生。当你说出我看见它了的瞬间，奇迹就会发生。就好像你在黑暗的房间里突然打开了灯，痛苦之身这个依赖黑暗生存的影子瞬间就无所遁形。你已经把自己从情绪中抽离出来了，你不再是那个愤怒或恐惧本身，你变成那个看着恐惧发生的人。这就是最强大的觉察之光。当痛苦之身暴露在你的觉察之光下，它就无法再假装是你，它也无法再偷偷摸摸地稀释你的能量，它会立刻萎缩并停止运作。请你仔细体会现在这一秒钟，在当下的这一秒钟里，没有战争，没有恐慌，没有匮乏，没有明天要付的账单。在当下的这一口呼吸里，你是绝对安全的，你是完整的。当你夺回了当下的力量，切断了对过去和未来的心理依赖，你的高频能量护城河就自动建立了。你不仅切断了能量的耗损，你的丰盛频率也会瞬间重新上线。如果你最近也觉得能量严重耗损，总是被外在环境或内在的焦虑牵着鼻子走，我非常强烈推荐你去阅读艾克哈特·托勒的原著《当下的力量》。这是一本能帮你彻底拿回生命主导权、斩断焦虑、带你走向灵性开悟的实作手册。我已经把这本经典书的连结放在了说明栏与留言区，推荐你把它带回家，当做你每晚睡前清理潜意识的灵魂充电站。现在请你在这支影片的留言区写下这句肯定语，作为你今天切断耗损、重新对齐宇宙丰盛频率的最高宣告。我回到当下，我允许自己平静，我本身就是高频与丰盛的源头。当你敲下键盘的瞬间，你的能量结界就已经启动了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请帮我按个赞，并把这支影片分享给身边那个最近很焦虑、很容易生气的朋友。也许这支影片就能帮他彻底饿死他的痛苦之身，找回内在的平静。订阅心流时刻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调频见。